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家庭中的家电产品也是越来越丰富。有些好的产品确实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，而有些家电我们自身并没有体验过，可能会被产品过度的宣传所误导，花了很贵的钱买到家里，用过才知道并没有到达预期的效果，完全就是鸡肋产品。其中这4个电器产品呢，表面看都有一定的功能和核心卖点，但等你真正使用上，可能就会发现体验感根本不好。如果你正在考虑购买的话，建议你能耐心看完，或许会帮助你省下一笔智商税。水槽式洗碗机，洗碗机在家庭生活中已经非常普遍了，甚至很多年轻人结婚装修新房，洗碗机被列为厨房必备电器之一。不得不说，洗碗机确实可以提高现代人生活的幸福指数，从此告别亲身洗碗筷的烦恼，彻底解放双手。有了它，爱人之间的吵架次数都减少了。但真的不是所有的洗碗机都很好用，例如水槽式洗碗机我就不是很推荐。很多人之所以选择水槽式洗碗机，多数是看中它不占橱柜空间，外形简洁美观，而且是上翻盖设计，洗碗洗菜不用弯腰，拿取也更加方便。但是水槽式洗碗机的缺点还是很明显的，第一就是容量较小，一般只有6到8套，只能洗碗筷，大一点的锅具根本放不下，最后还得手洗，就失去了彻底解放双手的初衷。第二，水槽和洗碗机是一体式的，占用了一个水槽位置，安装时台面开孔较大，而水槽式洗碗机重量大，运行时会频繁震动，对台面承重要求很高，时间久了会有掉落的风险。第三，就是维修成本高，万一哪天洗碗机坏了，就需要拆卸水管不说，连水槽都用不了了。小东建议，水槽式洗碗机缺点很多，价格却不便宜，市场上6套、8套容量的也要卖到5000左右，你倒不如一步到位买个12或13套嵌入式的洗碗机，才多花个1、2千块，洗涤效果和容量都比水槽式的好太多。壁挂式洗衣机，壁挂式洗衣机的主打卖点就是精洗杀菌功能，大多数人选择壁挂式洗衣机都是家里的孩子买的，为了分开洗更卫生干净。不过实话实说，壁挂式洗衣机虽然能够避免衣物混洗，但自身的缺点也蛮多的。首先就是安装，壁挂式洗衣机要求安装在承重墙上，不然墙面会裂开，还有掉落的风险，后期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。第二，我们都知道精洗是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，目前壁挂式洗衣的容量只有3000克左右，难道你指望那么小的机器能有什么好的杀菌效果？其实现在好一点的洗衣机肯定要比壁挂式的杀菌效果好太多。其次，壁挂式洗衣机因为空间小、夹缝小，排污结构紧凑，反而内部更容易脏，容易滋生细菌。还有，壁挂式洗衣机价格基本是2000起步，比普通的洗衣机还要贵，性价比实在不高。小东建议，如果你真是个懒人，想用来洗内衣和袜子，不如就买个小型的落地式洗衣机，才几百块钱，用坏了直接扔掉换新的，也不心疼。假如你是给家里的宝宝买，还不如买个波轮洗衣机更实际。洗烘一体机洗衣机是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电器之一，对于很多居住在南方地区的朋友来说，赶上梅雨季节天气，洗完的衣物可能晾晒10天半个月都无法彻底干透，对于这个问题很是头疼。那么在选择洗衣机时，更需要的是烘干功能。那市面上有独立干衣机和洗烘一体机，可能多数人会选择洗烘一体机。大家可能会认为，与其花一台机器的价格实现2台机器的功能，还节省空间不占地方，洗烘一次性完成还免去倒腾的烦恼，无疑是最佳选择。其实洗烘一体机看似功能很完善，但缺点也同样明显。比如说，你日常烘干功能使用率很高，那么日积月累消耗的水电费完全可以负荷一台烘干机了。原因有3点。第一，一般家庭平时总要洗烘一些床单、被褥等大件的需求，而洗烘一体机通常烘干容量占到洗涤容量的2/3，也就是说你洗完一桶还得拿出一部分衣物分批烘干，反而增加了烘干时间，变得很鸡肋。第二，烘干效果也不如独立式的干衣机。咱们都知道，市场上主流的干衣机大多采用的是热泵式烘干方式，在低温控制和衣物呵护和节能高效方面肯定更胜一筹。而洗烘机目前还是传统的冷凝式，原理就相当于电吹风，烘干效果不均匀，而且烘干温度较高，耗电量高不说，还对衣物的损伤比较大。第三，也是购买过洗烘一体机用户诟病最多的一个，就是绒毛残留问题。目前洗烘一体机不少都不带绒毛收集器的，这就造成衣物绒毛进入烘道，除了会影响洗衣机的使用寿命外，也很容易积聚细菌，导致衣物2次污染。
小东建议，如果家里实在空间不足，预算也一般的话，可以考虑洗烘一体机，但需要注意机器是否具备自洁功能，其次必须是可定期拆洗清理的。如果条件允许，更建议选择独立式的热泵干衣机，性价比更高。消毒柜市面上有独立式和嵌入式两种，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。其实消毒柜没什么特别复杂的高深技术，只要能满足消毒杀菌、清洁干燥功能就足够了。那些带花里胡哨的附加功能的，你可能永远都用不上。其次，消毒柜其实是家庭电器中闲置率最高的，一年到头可能也用不了几次。大部分家庭买回来也只是把它当成普通碗柜罢了，因为平常家里就那么几口人吃饭，又不是在餐馆人多口杂的，需要每天消毒杀菌，性价比实在不高。小东建议，有条件的不如直接买个带消毒功能的洗碗机，消毒杀菌，存储碗筷，还能解放双手，岂不是一举三得？有哪些家电是你觉得买前科技感爆棚，用后谁买谁是大冤种的？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一些新式家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其中确实有不少产品凭借自身的技术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活中的痛点，比如智能洗碗机、扫拖机器人、智能马桶等等。但也有一些产品所谓的技术性创新，实际上完全是营销噱头，虽说也曾经红极一时，但没火多久，销量就跌入谷底，不受大家待见了。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款家电曾被吹捧上天，如今却沦为笑柄，看谁还在乱跟风。1. 储水式管线机。管线机在这几年里可谓是风靡一时，所谓的管线饮水机其实就是过去桶装饮水机的升级换代产品，只不过外形更加小巧，不占地方，颜值也高，而且比传统烧水壶更加方便，不但水温可调节，而且可以设置温度，无论是冬天泡茶还是夏天喝冰水，都能随用随取。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其实管线机的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干净，很多人买之前都以为它是没有水箱的，等用过一段时间发现水发黄有异味，打开盖子检修时才知道是带有储水箱的。说句实话，这也是管线机天生的缺陷，水箱不能彻底清洗，管道日积月累，越用越脏。话说回来，大家愿意花大几千块投入管线机，说白了无非是想喝一口干净的水，连这点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，最终沦为笑柄，也真心不冤。2. 激光电视。其实自打激光电视问世以来，就一直争议不断。说实话，早期凭借其高颜值的抗光屏以及更护眼的卖点，还有大尺寸画面等优势，在前些年确实也受到不少追求高品质生活家庭的追捧。但经过这些年的市场检验，现如今早已经跌下神坛，不受大家待见了。在我看来，激光电视并不是价格虚高导致的，毕竟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。说到底，我认为实在是因为它毫无性价比可言。这么说吧，你别看它叫激光电视，但内行人都知道，说白了不过是个短焦投影仪。也就是说，投影仪亮度低、抗光性差的缺点，它全部继承下来。作为一个观影设备来讲，要说画质的清晰度以及色彩的对比度，那和液晶电视更是没法比。你可能不敢相信，上万元的产品居然还不是真 4K。很多人发现花大几万的产品买回家，白天稍微有点光线的时候还得拉窗帘，不然根本看不清。所以说如今沦为笑柄也就不足为奇了。3. 洗烘一体机。所谓的洗烘一体机，其实从名字上不难看出，说白了就是一台机器，兼顾了洗衣和烘干的2项功能。关键是价格还不贵，与洗烘套装相比也更加节省空间，一度成为中低收入家庭以及小户型的首选。但很多人买回家用过之后就直呼上当了，主要原因就是缺点太多，鸡肋得很。首先，烘干容量小也就算了，耗时还很长。其次，你别管几件衣服，连洗带烘，动辄1-2个小时。还有，它的烘干效率也不高，搭载的还是最老式的冷凝烘干，烘干后的衣物缩水严重，还皱巴巴的。还有，这种一体式的机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绒毛过滤器，这就导致它的风道特别容易脏，清洗也比较麻烦，特别容易造成衣物的2次污染。这些实打实的缺点也注定了它的落寞，如今也沦为家电行业的笑柄。4. 顶侧双吸油烟机。这种外观形似7字形的新式烟机，说简单点，就是一套烟机拥有2套动力系统，既兼顾了顶吸烟机的美观性，同时还具备了侧吸烟机排烟能力。不可否认，这种烟机的排烟效果和美观性确实都有提升，但技术方面还不是很成熟，也就是说噱头大于实用。
就比如所谓的顶侧双吸，实际上油烟没扩散前就被侧吸口吸走了，根本到不了顶部，上面的顶吸配置就显得很多余。另外，工作时同时启动双系统产生的噪音非常大，体验感非常不好。还有就是双系统的烟机，因其结构复杂，导致故障率非常高，维修更换的成本也高，而且自身的售价也不便宜，与技术成熟、性能稳定的传统烟机相比，实在无优势可言。所以如今沦为笑柄也合情合理。5. 空气能热水器。空气能热水器是一种新式的集水加热的电器。所谓的空气能，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和过去的太阳能热水器有些类似，前者是靠太阳光吸取热量，后者是利用空气提取热量。这类热水器主打的卖点都是节能环保、安全舒适，但很多人买完之后就后悔了，发现是真的不好用。首先就是如果室外温度过低，就无法发挥它的长处，而且冬天使用时需要开启电辅热，导致特别耗电。另外，技术也不如电热和燃气成熟，故障率高不说，维修也麻烦。还有就是市场售价也不低，动辄5、6千元，还是品牌的基础款，因此普及率不高，沦为笑柄也在情理之中。很多人听过雪糕刺客，但没听过家电刺客吧？近期看到网上有很多新房业主吐槽说，装修好不容易避过了硬装的坑，等满心欢喜选购家具家电时，没想到却被家电安装给背刺了。不统计不知道，几乎是100%的装修人都被坑过家电安装费。这一期小东结合网友们的反馈，来给大家盘点5种最坑人的家电安装费，建议大家能提前准备的就自己准备，省下的都是真金白银。1. 电视机。现在买电视，不管是线上买还是线下实体店买，只要是品牌的都会打出免费安装的服务口号，很多业主因此麻痹大意，直接付了全款。结果等到安装时才发现，安装是免费的，但上墙的电视挂架需要额外购买。安装师傅还会跟你说，电视配套的普通挂架使用不方便，后期出了问题还不好检修，让你买他推荐的可活动可伸缩的，价格收费400、500。很多普通家庭买个75寸电视才花3000块，结果安装个电视挂架还要额外花了几百块，直呼伤不起。网友@XR 的日常，我家就是买个75寸电视上墙安装需要2个支架，我自己买的支架，安装师傅说装了会倾斜，让我买他们带的，一个支架500块，2个支架就是1000块，这太坑了吧。网友萤火虫安装电视的坑我踩了，材料费、人工费还有安装机顶盒的线，总共花费260加100加120。师傅告诉我，不安线以后安装机顶盒的时候，就得把电视搬下来。好家伙，安个电视花了500大洋。2. 洗衣机。虽然买洗衣机安装是免费的，但用到的配件同样也是收费的。就拿常见的洗衣机洗烘套装来说，很多家庭为了提高空间利用率，基本都会选择叠放安装。结果等到安装时才发现，中间的隔板支架要收费，接连排水的水龙头要收费，水管加长要收费，一套下来少说几大百。最坑人的还有洗衣机下方的托架，说了为了方便清理卫生，一个支架敢收你300块，还说是官方统一价格。网友福娃，装修真的到处都是坑。我家买的洗烘套装总共花了8000块，结果师傅安装完才知道还要额外支付920块，其中包括底部活动支架350，中间隔板360，水龙头180，水管30，妥妥的安装刺客啊。小东建议安装洗烘套装需要额外收费的配件有活动支架、隔板支架、水龙头、水管，建议自己提前准备，可以节省1/3的费用。3. 油烟机。油烟机也有额外收费项目吗？当然有，一般情况下安装油烟机是免费的，但大部分安装师傅在安装油烟机时都会让你升级不锈钢排烟管，通常会告诉你说自带的铝箔烟管不好，用不住，换成不锈钢烟管更耐用，时间长了也不担心跑油烟。一个不锈钢烟管价格要400、500块，你说你换不换？如果你嫌贵，还会说原配的管子可以回收，抵100块，这神操作也是绝了。还有，如果你没安装烟道止逆阀，一个杂牌的敢卖你120块，网上买一样的才30-40块。小东建议，其实原配烟管没必要换，如果真担心质量不行，想换不锈钢烟管，也可以自己提前买。烟道止逆阀也建议提前网购，在瓦工施工时顺手就安装上了。4. 空调。被空调安装费背刺过人应该不在少数吧？如果你家是高楼层安装，收高空作业费，这个确实合理，没啥可争议的。但杂七杂八的辅料收费，其中有不少是比较坑的。
什么空调支架、接水盘、漏电保护器、外机减震垫等等，还有墙面打孔、拆卸纱窗、铜管加长，这些费用你要是不了解清楚，换句不好听的，加一起的费用很可能会被扒一层皮。网友艾特朵朵的妈妈，救命啊！空调安装费咋会这么高？家里新装了3台空调，安装费都花了1700多，都够买一台新空调了。花费如下：高空费用300，安装架子450，小管子91米，用了6.5米，大管子1101米，用了1.7米，还有接水盘300块，想想都肉疼。小东建议，空调上门安装前，建议先让师傅粗报一下价，仔细问好每一项收费项目。有些辅材可以提前买好，可减少安装费用，比如说铜管、外机支架等，网上自己买会便宜很多。5. 燃气热水器，如果说安装隐形收费，燃气热水器排第2，那没人敢说第1，妥妥收费刺客天花板。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众多网友吐槽，不安装一回燃气热水器，你根本不知道竟然会有这么多配件收费项目。安装燃气热水器收费配件如下：冷热球阀、波纹管、气嘴、装饰盖、烟管弯头、排烟管，还有打孔也是收费的，杂七杂八的加一块，没个700-800块，根本挡不住。网友艾特无风格自装，我买的某大牌热水器里面什么配件都没有。虽然前期也做了点功课，但担心买错白花钱，就选择安装师傅自带的了。结果装完告诉我要收费650块，大写的震惊。网友艾特小火车，家人们一定要警惕热水器安装刺客啊！我家安装花了880块，打孔2个270元，多加烟管480元，角阀60元，软管70元。装完才发现这些钱都是可以省的。小东建议，燃气热水器的配件安装前都可以自己提前买好，价格要比安装师傅带的便宜很多，至少能省下一半的费用。给家里添置家电的初衷就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，所以正在或将被淘汰的家电就不要再跟风购买了，不然买回家也会后悔，不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还会给生活添堵。本期结合网友们的真实反馈，总结出4种正在被淘汰的家电，劝你就别花冤枉钱往家搬了。1. 定频空调。定频空调不要再买了，目前国内已经下市不再生产了，就算还能买到也都是库存机。虽然定频空调价格更实惠，而且维修成本低，但在使用体验上却差强人意。用过定频空调的人都深有感触，室温不恒定，舒适性太差。比如你设定温度26度，它会在24至28度之间变化，而且压缩机还会反复启停，一会开机，一会停机，噪音大不说，还很折磨人。另外，以前的定频式空调能耗等级普遍都是3、4级的，甚至还有5级的，耗电量大是有目共睹的。网友艾特小猪爱绝绝，当初不懂，买了定频式空调，便宜了几大百，还以为捡了便宜，结果用上才发现是真的糟心。刚开机时你会感觉很冷，然后没一会它就停止吹风，你又会感觉很热，整个房间不是恒温的。当你察觉到很热的时候，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吹风了，就这么反反复复的折磨你。网友艾特杭州亮哥，简直太坑了，房东给我装的5级定频空调，30多度的大热天你根本不敢开，真不夸张的说，开一晚上1天的饭钱就没了。相比之下，变频空调能做到室内恒温，而且噪音小，更节能省电，所以定频式空调被淘汰也在情理之中。2. 制冷冰箱。制冷冰箱堪称冰箱界的老祖宗，曾经也是王者般的存在，但现在的家电市场基本上也是难寻踪影了。究其原因，这种传统制冷方式最大的弊端就是结冰霜，而且随着使用时间越长，结霜情况越发严重，甚至会影响到使用效果。像我家之前的制冷冰箱就是这种情况，冰霜越结越厚，让本就有限的存储空间越发不够用了。而且每次去除冰霜时也是费时费力，还要先把冰箱里的东西搬空，这个过程还容易导致食物腐坏。网友艾特皮猫不在家，大家买冰箱千万不要看见制冷冰箱价格便宜就心动，这种冰箱不管你调哪个档，冰霜都照结不误，手动除霜太麻烦了。网友艾特快乐一家人，听我句劝，除非你是出租房临时过渡用，否则尽量别买制冷冰箱，因为每用一段时间你就得除霜，不然冷冻室的抽屉都会拽不开，而且放东西也会少，没有干区。反观风冷式冰箱，不仅容量大，存储空间更多，而且不会结冰霜，这些实打实的优势也注定了制冷冰箱被市场淘汰的定局。3. 洗烘一体机。所谓的洗烘一体机，就是在滚筒洗衣机上加装了烘干功能，
凭借不占空间，一台机器就能实现洗衣加烘干的全过程等优势，一经问世就销售火爆。但反观现在的家电市场，基本上到了无人问津的地位，甚至售价已经跌到不如普通的滚筒洗衣机。之所以沦落到被淘汰的边缘，还是因为自身缺陷太多导致的。比如，很多人以为洗多少就能烘多少，而实际上烘干容量只占到洗衣容量的一半，而且你还不能塞得太满。另外，大多是冷凝烘干，耗时长不说，衣服干不透，有褶皱也是大家吐槽最多的点。此外，一体机还没有绒毛收集器，时间一长，内部就有异味、发霉，影响衣服卫生。网友艾特哆啦 A 梦的太太，别和我犟，洗烘一体机就是不好用。就一个被罩加2个枕套，前后用了3小时，就问你气不气？烘干完的效果还全是褶子，就问你服不服？听句劝，但凡家里有空间的，就去买洗衣机加单独的热泵烘干机。4. 速热式热水器。速热式也叫极热式热水器，可以说是传统热水器升级换代的产品。它既不像储水式电热水器那样占用空间，还能实现燃气热水器秒出热水的功能。对于没开通燃气或者卫生间面积小的家庭，简直就是福音。在前些年销售相当火爆，很多人都跟风购买。但现在为啥买的人越来越少了呢？因为但凡用过的家庭，就没有几个不后悔的。比如说，对电线电路要求非常高，使用过程频繁跳闸，非常不安全，而且功率还很大，带来的结果就是电费1个月多了好几倍。要说用水体验也是无力吐槽，只能夏天用，因为冬天水量不能开太多，不然就不热。网友艾特不努力的学长，极热式电热水器装了1年了，3个字概括：超难用。除了体积小，其余全是缺点。超级耗电，每个月至少80-90度电费起步，一到冬天还根本没法用。那水量必须调到20以下才能感受到水温，水量还小得可怜，想洗澡想都别想，洗个脸都费劲。不得不说，现在家电行业的水太深了，各种五花八门的新式电器层出不穷，但功能天花乱坠不等于实用，尤其是一些被吹嘘到高大上的家电，实际上却徒有虚名，只有自己亲身使用过后，才会发现自己踩雷了，白白花钱交了智商税。这一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8种尽量不要买不要碰的家电，绝非误导，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。1. 激光电视不要碰，想要画质好就买液晶电视，想要追求屏幕大就去装投影仪。所谓的激光电视说白了就是一个妥协的产物，它集合了电视和投影的所有缺点，亮度低，抗光性差，还被聪明的厂家宣传成所谓的护眼，价格还贵得离谱。网友艾特丸子小姐的家，我就是那个大冤种，花几万买的激光电视，白天看泪眼不说，还根本看不清，真心后悔，同样的价格都能买索尼100寸电视了。2. 极热式热水器不要碰，说什么更节省空间，还能像燃气热水器那样源源不断的提供热水，但事实上你会发现生产它的品牌寥寥无几，多数都是没听过的杂牌，而且功率大耗电高也就算了，还有漏电短路跳闸的风险，关键是冬天用水体验太差，根本不能开大，不然就不热。网友艾特苏菲的小懒猫，极热热水器真心太垃圾了，电费能耗超级高，还不安全，而且冬天水温不能调高，不然功率过高会自动关闭。咨询客服说热水器不能适应高负荷，而且保修期就只有1年，刚过水流传感器就坏了。3. 水槽洗碗机不要碰，水槽洗碗机要说优点，也就是不能弯腰这一点，剩下的全是缺点。比如容量偏小，普遍只有6至8套，稍微大点的锅具还要手洗，根本实现不了彻底解放双手。其次，搭载的洗涤和烘干技术也很落伍，还不能存储碗筷，关键是售价却一点不比独立式的洗碗机便宜。网友艾特阿朵的宅家记，水槽式洗碗机用过才知道有多鸡肋，会占用水槽几乎1半的空间，导致洗菜、洗水果都不方便。因为容量小，导致餐具多的时候还要分多次洗涤，耗时耗水，功能也单一，不如嵌入式洗碗机实用。4. 隐形电动晾衣架不要碰，阳台隐形晾衣架对颜控的年轻人诱惑不小，但实际上这东西就是个伪需求。要说唯一的优势就是不用时可以隐藏在吊顶里，但谁家过日子衣服不是天天晾晒，只要降下来就很难有升上去的时候，试问隐形不隐形有啥用？而且这玩意故障率还特别高，坏了就得拆吊顶。网友艾特李李的家踩大坑了，家人们选择隐形晾衣架真的要慎重，外边风景宜人，室内一言难尽。
第一次使用就出故障了，下来正常，上去就卡死，安装师傅来了说修不了，等待厂家解决，真的是大无语了。5. 厨房凉霸不要碰。夏天厨房做饭太热，想要不遭罪，要么就去装专用空调，要么搞个移动风扇，其他东西都是智商税。特别是厨房凉霸，千万别被名字误导了，它是一点制冷效果没有，其实就是个装在头顶的普通电扇。冬天你用不上，夏天吹出来的也是热风，要多鸡肋有多鸡肋。网友刘小佳，凉霸是装修厨房里最没用的东西，真心不推荐。说白了就是吹风原理和风扇一样，而且做饭时用它，风还会把火苗吹偏，变小火。6. 风管机不要碰。听我一句劝，咱们选家用空调就记住一个原则，有钱就装中央空调，没钱就去选壁挂空调。风管机这玩意说白了就是中央空调的衍生品，就是给装不起中央空调又想要面子的人群准备的。它继承了中央空调所有缺点，噪音大，耗电高，维修维护难，要论性价比还不如壁挂式空调稳定舒适。网友小秋雅米，新家入住1年，我最后悔的就是装了风管机空调，夏天冷风嗖嗖不够舒适，冬天制热效果还不好，关键维修难，耗电还大，真不如一步到位装中央空调了。7. 壁挂洗衣机不要碰。很多有宝宝的家庭都想装个壁挂洗衣机单独给孩子用，我劝你选购前要三思，这玩意有个硬伤就是不安全，有掉落的风险，买之前上网搜一下，看看大家对它的评价再做决定。而且它的筒径空间太小，说白了就是排污结构紧凑，更容易脏，用久了就会滋生细菌。网友木小小，太吓人了，壁挂洗衣机从天而降掉下来了。之前就有过担心，每次甩干的时候声音都特别大，就好像楼下来了一台拖拉机一样，结果这一幕真的发生了，幸亏没砸到人，以后真不敢再用了。8. 储水式管线机不要碰。很多人为了喝热水方便，就在装修时考虑装一台管线机，结果入住没用多久就发现水有异味。其实现在很多管线机内部都是有水箱的，而且并不是完全密闭，这也是它天生的缺陷。特别是夏天，长时间不用管线机，水不能循环起来，就会产生异味，甚至水发黄。网友秋天等我来，带水箱的管线机千万别买。我家的管线机和净水器还是国内大品牌，以为喝水会很方便，谁知道出来的水一股臭塑胶味，换了一次水箱也没解决，后来干脆把管路都换了，虽说臭味少了，但塑胶味还有，根本不敢喝，太恶心了。经常听家里的老一辈人说以前的东西质量好耐用，我发现确实如此。以前家里的那些老物件，什么电风扇、热水器、双缸洗衣机、空调，每一件细数起来都能用个20来年。反观现在的家电，动不动就坏，尽管技术一直在迭代更新，外观也越来越好看，但质量却是差强人意。这一期就给大家盘点7个良心坏透的家电，就算商家说破天，也劝大家别再跟风买了。1. 带语音的马桶。真的很好奇，马桶是什么时候归类到家电领域了？原本是个卫生间的洁具，结果在商家的不断升级换代后，硬生生给演变成了智能家电。我承认，智能化的马桶确实给生活带来的便捷性，比如感应翻盖、自动冲水、坐圈加热等等，但有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完全是为了吸引眼球设计，可以说毫无用处可言。就比如手机 APP 操控、语音对话功能，甚至还能让马桶播放音乐，完全忽视了马桶原本的功能是什么。大家在购买时千万要慎重，别被无用的噱头麻痹了双眼。2. 零冷水热水器。有了零冷水功能，就能让家里一直拥有即开即热的恒温水，是不是听着就觉得很爽？但我劝你别冲动，1个月之后你去看看你家的那个燃气费，或许能让你的心凉一大截。比起浪费燃气和浪费水，自己算算都知道哪个更划算。还有，安装前要是没有预留回水管，那不管你家哪个地方用水，它都给你出热水。你猜对了，冲厕所的马桶水也是沸沸扬扬的。所以零冷水这个功能，选热水器的时候真的要酌情选择，先考虑好燃气的费用，再决定到底用不用。3. 会制冷的烟机。你敢想象现在的油烟机居然还能当空调用，似乎完美解决了夏天厨房做饭遭罪的难题。但你仔细想想，这种集成化的电器设计完全就是个噱头，正常空调制冷都需要外机支撑，而这种制冷油烟机仅仅是在内部搭载个制冷压缩机，制冷效果能好到哪去？此外，厨房油烟大，久而久之还容易造成压缩机的损坏，价格方面更是贵得离谱，也难怪没火多久就销声匿迹了。4. 自动炒菜机。听名字很高大上，以为是厨房小白的福音，实际上是妥妥的智商税，因为根本做不到解放双手，全程备菜、洗菜、切菜都需要自己完成。开机后还得按照它的提示要求，再按照顺序放入食材、调料、
有了它后，只不过为你省去了翻炒的这个动作而已。做完饭还要手动清洗机器，一点不比自己动手做饭省事。现如今放在二手平台都无人问津了。5. 烘干功能晾衣架。如今的晾衣架也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造后，成为了家居智能电器品类。相比于传统晾衣架，功能上也更加丰富，尤其是电动升降以及夜间照明功能，确实解决了生活痛点。但有些功能纯属为了加钱而设计，就比如烘干和除菌功能就很鸡肋。所谓的热风烘干原理类似于吹风机，上面的衣领都吹变形了，衣服下面还湿漉漉的，紫外线杀菌更是扯淡，还没有阳光晾晒效果好。就算商家吹得再好，也不建议大家买。6. 带大屏的冰箱。现在的家电但凡和智能扯上关系，价格就要翻1倍，但高端就一定好用吗？真的未必。就拿智能冰箱来说，完全就是噱头营销，实际上就是在冰箱面板上加了一块能上网的大显示屏，说是能提供菜谱、刷视频、放音乐，甚至点外卖。但冰箱的本质功能就是冷藏和冷冻，这些高科技的附加功能真的很鸡肋，完全用不上。谁会站在冰箱前刷视频、追剧？那要手机和平板干嘛？更离谱的是，这种冰箱不但耗电量增加了，还疯狂的给你推送广告。7. 垃圾处理器。厨余垃圾处理器名字听起来很高大上，堪称是懒人福音，实际上坑的就是懒人。你以为安上它就完事大吉了，从此告别每天扔垃圾的烦恼，但现实情况并不能。这玩意不是所有厨余垃圾都能处理，特别是大骨头、鱼鳞、果皮等都要单独挑出来，不然分分钟就毒给你看。还有使用时也不是很省心，还有配合水龙头，用水流一点点把垃圾送进去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但凡懒一点，选择直接倒的话，它自己还是会堵。所以被网友们戏称为厨房垃圾，费水，容易堵，使用麻烦不说，工作时嗡嗡嗡的那个噪音声，关门都挡不住。总之，看似高科技、好看却不实用的智能家电远远不止这几个。所以奉劝各位，选购任何家电都要了解清楚它的是否和自己的使用需求匹配，不要被花里胡哨的无用功能给蒙骗了。